我们肯定都已经知道了什么是市场的心脏啊，周期，是不是？好，那么我们在做任何投资之前，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去确定它的周期位置，就是这个市场或者行业它处在这个周期的哪一个位置。我们为什么要先去确定位置呢？我们做投资最重要的是一个高胜率，对吗？如果我们不知道它处在市场周期的哪一个位置，我们又怎么判断它的胜率，是吧？如果我们在这里，是不是胜率会更高？如果在这里，胜率是更低。最近大家讨论度比较高的新能源，因为它下跌了非常多，是吧？好，那它从它最顶端一直到下面已经有下跌了50%的幅度了。那很多投资者其实如果你在这里入场的话，你所承担的风险或者说你所承担的亏损可能不止50%哦，因为有一些基金经理是重仓在几只股票，它的波动要比指数的波动要更大。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我们不知道新能源的周期位置在哪里，当你在这种位置入场的时候，你的亏损，你所面临的风险有多大哈？好，那我们圈子的用户肯定也知道，我们在高点的时候其实就有提示过新能源的高点。那在圈子学习超过1年以上的用户呢，现在基本上也应该可以独立判断一个品种的高位跟低位，来去指导自己的投资了。那最近呢，大家又开始讲说，新能源现在已经跌到这个位置了，怎么办？那我们今天呢，就用新能源这个热门的方向来捋一遍，看看我们如何用周期策略来指导我们的投资。我们讲说周期策略3步法嘛，第一步就是要定位到它的背后的行业，不管你热门主题是什么，你排列组合有很多热门没关系，我第一步就是先把你定位到你背后的那个行业，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利用我们积累的知识去分析，对吧？好，那新能源它背后的行业最重要的一个是什么？是电力设备。好，我们既然知道了它是电力设备，那我们再看它的位置，看它的位置是哪里？这里，这个位置。好，这个位置我们觉得是 OK 的，因为已经到了底部。然后第二步是什么？是定位到市场的相关的指数。它跟谁的相关度比较高呢？跟它相关度最高的这个电力设备相关度最高的是中证1000。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相关度最高的也就 0.7 几，是吧？那一般情况下我们会认为说超过 0.8 以上才是高相关度。那所以新能源呢，本质上就是说它跟市场整体周期的相关度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。如果你看了前2期的视频，你应该知道，就是说整体市场呢有31个行业，这31个行业里面的股票呢又分成了3个小组，这3个小组里面的行业呢又具备不同的特性。第一个小组是稳定类的，好，帮大家复习一下，非常重要。第二个方向呢是跟宏观相关的，第3个方向是跟他自己相关的，其实本身就是成长方向的，它具有自己的产业周期。好，稳定是啥意思呢？不管你经济怎么变化，我很稳定嘛。像一些公共的产业，那么我们讲说这种呢，它主要的策略是股息率，在我们很少投这个方向，所以我们也不太深入去探讨哈。大家只要知道，如果你要投这个方向，要注意股息率陷阱就好了。然后我们讲说宏观，如果跟宏观高度相关的方向，就是说它跟整体的经济波动比较像的这个方向，它受整体经济影响嘛。然后就是它受别人影响，然后就是它受它自己产业周期影响，所以这3类的不同的策略很重要。如果是属于第2组，我们要看它的宏观数据；如果是属于第3组，我们要看它的交易热度。这大家一定记住哈。那这里是插播的，如果是你第一次听，就是也没听懂这3个小组怎么回事呢？我们先且放一放哈，我们就说周期策略3步法。第一步就是你要先定位行业，第2步就是市场指数。它现在没有定位到市场指数也没有关系，那我们再看它自己的位置，先看行业的位置，再看整体市场的位置，再看它自己的位置。这个是热门行业，就是新能源方向的自己的位置也到了一个底部。那我们这3步基本上可以确定什么了？基本上可以确定，如果你是定投的话，你就可以逐步入场了。
用我们的3要素去入场。如果没有听过3要素的新读者可以去找我们的历史视频看一下非常简单。如果你是一个定投的普通投资者，其实这周期策略的3步法已经完全够你用了。好，如果你说我想进阶，那怎么办？还在看一下新能源的基本面，去看一下它有什么样的特性，它的位置在哪里。如果说比如说现在这是一个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的同比销量，如果说现在的数据是在这个位置的话，即使它市场位置很低，我们也会认为说它可能在底部会磨底，甚至还会再下跌，因为它的基本面还在高位，就它调整的时间还不够。虽然说我们说市场呢是走在基本面的前面，等基本面起来的时候，市场早就走了，所以已经晚了。但是至少呢，我们要通过前面的周期的整个幅度，要去大概判断一下它可能会调整多长时间。如果说现在目前基本面是在这个位置，说明它要很长很长时间，那我们就先不介入。可是现在目前这个位置呢，我们认为说应该还可以，对吧？你看这个长度，看这个底部的长度差不多了。那么是不是有一种可能性没有什么100%，有一种可能性说这一个呢，它也在底部嘛？那说明什么？就是说基本面的这一个要素呢，它并不能否定市场目前的一个投资机会，所以基本面这里也是 OK 的。然后我们再看技术面，这是从它下跌一直到现在。那我们其实还没有很清楚的看到它形成的一个底部的结构。你看这里都是 lower high， 就是高点越来越低，低点也是越来越低。假如说这个市场上去了，超过了这一点就 higher high， 然后它才有可能说 higher high， 然后 higher low， 就是你更高的高点跟更高的低点才有可能这样上去。所以它应该会在这个位置，形成一个底部结构。我们曾经讲过几种底部结构，它形成一个典型的底部结构之后，它才会形成反转。所以说如果说你说我不想等待我想最高限度没有100%，就最高限度的缩短等待的时间的话，你可以用基本面跟技术面去配合分析。但是我想跟大家讲，就是说基本面跟技术面这种配合分析呢，本质上是对周期策略的锦上添花。你即使不用，你仅参考周期位置的话，如果你大道至简，在这种位置持续去定投的话，拉长周期看，你的胜率是很高的。那讲到这里，我相信大家已经差不多明白了。如果说你还有其他的方向想要探讨的话，我希望你能够写一点东西，在我们的评论区发一个内容来跟大家尝试去分享，去分析一下你所关注的这个行业的方向。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，然后一定记得，如果你听懂了，觉得有收获呢，帮我点一个赞。如果听不懂，马上在评论区里留言，我来给你回复。欢迎点赞订阅我的频道，主页更多精彩视频。